现在我们来画一只麻雀，准备一支铅笔和一个橡皮，然后再准备一个素材来画这一只麻雀，让它落在这个地方。麻雀它有两个圆形组成，它的一个大的椭圆，然后头部是一个小的椭圆，嘴是个三角形，尾巴是梯形。有时候我们说画鸟很难画，当你把它看成几何图形的话，就感觉没有那么难了。椭圆谁不会画呀，对吧？然后梯形、三角形也都会画吧。先把它固定在位置，在这个地方画它的肚子，椭圆。这是它的身子，然后再画一个头，头是长在这个身子上的，所以说要画进来一部分。椭圆，它的翅膀也是个三角形。图片我们就是参考一下，怎么好看怎么画，不一定说要跟图片画一模一样。梯形，把头身子再往这里画一点，这就固定好了。一个大的椭圆，一个小的椭圆，一个梯形，它这是个翅膀，是个三角形，然后就画它的嘴，嘴在这个地方，嘴也是一个三角形，看三角形吧。这是它的头顶，头顶下面画它的眼睛。这是刚才我们画的这个椭圆呢，它只是起个参考的作用，需要改的时候我们还要改一下，怎么好看怎么改。这一块是头顶的棕色的部分，然后它的下巴下有一块黑色的斑块，然后脸上有一大块黑色。有大的话再画一小块，感觉比较灵活。这是它的头、脖子，把头画出来。画错的话可以擦一下。胸部我们再往前再鼓一点，感觉它的更休闲自在一些。然后这个背可能太高了，我们要再降一点点，从这个嘴下面就行。然后这画个界限，这是翅膀，这是背，背上它有几个黑色的花纹，然后背、翅膀，这是肚子，肚子的毛把它分开。
我们再离得近一点啊，离得远了看的没有近的清晰，调一下。这样就很近了吧。然后画它背上的羽毛，它这肩膀上的有一块毛，然后它的第一层羽毛，还有第二层，最后是第三层。第一层的话，它就会有一个白边。看一下吧，有一个白色的边。然后它的第二层，我画羽毛喜欢先画中间这个线，其实不画也可以的。它这有一组小的羽毛，然后再画它的飞羽。把它结构刻画清晰。这时候不要画太直，太直以后它就感觉很死板。这个尾巴。爪子，现在这个形就画好了，看着不舒服的地方可以稍改一下，修一下。然后我们还用画莲蓬这一根勾线笔蘸墨，蘸浓墨，把毛笔调好，调的可以拉开，但是也不阴，最好多调一会儿。勾鸟的嘴，看水多吧，水多的话会阴掉。因为我怕摄像头手打入笔尖，然后把这个摄像头故意调斜了一点啊。一定要拿稳，下笔、行笔、走、停，然后拿稳，下笔、行笔、走、停，然后下笔、行笔、走、停。
然后再画鸟的眼。鸟的眼很难画圆，反正就是画的很圆吧，很难，就是尽量吧。它真的鸟的眼也不是特别圆，要把毛笔握稳了，然后慢慢的画。这个手就在这碍事，然后画的不是很圆，我修改一下拿过来。好了，其实真的鸟的眼它也不是说特别圆，看，它这个眼也是不是规则的圆，画的圆了应该会比不圆要好看一点。现在这个盘子里，它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实色，像这个地方啊，就是焦茶色带了一点点墨，这个地方就是胭脂色。然后呢，我那个之前有用的剩下的，然后就不重新调色了。这个毛笔就是狼羊尖毫，七子三阳，中间是狼毫，周围是羊毫。这个毛笔新的不好用，然后旧的也不好用，就中间你用的时候有几天会很好用，然后过几天它就用秃了，然后就不好用了。我们调一下色，然后画鸟的头顶的丝毛，就是焦茶加一点点胭脂。用指甲盖把这个毛笔啊打开，打成这样的形状，来撕它这个毛。啊，对，应该先撕黑色的毛，然后现在是调的头顶的，然后把它洗掉，用黑色调墨，调最深的这种墨，最深的。然后墨也可以用黑色，也可以啊，黑色有很多种。用指尖把它轻轻的分开。来撕这个毛，能看得清吗？我把摄像头再放近一些。对，这样吧。然后撕村，然后把黑色撕上去。
撕的时候眼周围要重一点，往外要慢慢的过渡一下，就是越往远它越浅，眼中间比较深一点。我找一个废的纸啊，来看一下丝毛，就是很浅、很小、很短的小毛，就这样撕。它用了这个笔尖就不好用了，然后可以用指甲盖把它调过来。撕的时候要短一点，不要长了，这个毛撕长了也就不好看了。它毛本来很短，你修的很长，跟头发一样，就很难看，对吧？一定要静住心，不要浮躁。然后画着画就画不进去了，或者怎么浮躁啊，憋不住啊，那不行。其实这个你静下心来还挺快的。我是讲课慢，我自己画的话，还比这个要快一点。还要比这个画的要好一点。讲课的话就画不很好。哇，现在的天气很热呀，画着画就想出汗。撕黑色毛的时候，你要想到它是长的，它不是一块黑，它是毛，黑色的毛，然后把这个地方看着长在一起，就像一个黑斑一样，其实它是毛长的。不够深的地方，我们再加深一下。现在黑色的毛的部分已经撕好了，我们还用刚才这支毛笔把它洗干净，用清水。然后这是刚才我们调过的色，干净的毛笔蘸这个色，调一种发紫的一种咖色。这个地方可能墨太多了，然后要重新蘸一点，交叉调胭脂就可以。不要把颜色调太淡，太淡的话水分多，它就会容易就是跑色，就是晕掉了。然后用指甲盖把它的笔尖调开，就可以撕毛了。撕的时候，它不一定就是一根一根的毛，它也有时候就是一个过渡色，也可以就是一个过渡色。
太湿这个笔，调的干一点。一定要把毛笔调好再画。如果毛笔调不好的话，你画了，你把画画的坏掉了，虽然着急了一点。然后从那最深的地方撕毛，一直撕上去，撕很短的那种毛。看一下，就是这个撕法，一直撕下去。看能不能再调的再近一点，近的话就看得清晰一点。这样吧，更清晰一点，指纹都看得到了。哇，这样这个手机在这挡眼，就这样吧。先撕暗部的毛，就是眼上面、眼周围、眼两边。撕的时候不要用力，不要太均匀，然后一开始用力很重，到撕到头顶的地方可以少轻一点点，灵活一点，不要太板。离得太近的手机碍事。因为我这个珠子比较大，我喜欢撕的时候会转一下，为了你们看得更清，可以转转。整个撕毛的过程，毛笔的水分都是很正好的。太湿的话，撕的毛比较湿；太干的话，撕的那个没有毛的感觉，就是点点颗粒啊，都是小颗粒。其实小颗粒效果也挺好的。新的毛笔撕出来又是一种感觉，然后你用的正好的时候，撕出来又是一种感觉。等毛笔用秃的话，撕出来又是一种感觉。还有不同的纸，阴天、晴天、下雨天，它都会有微差，都会有不同的效果。所以要根据这个笔的好用难用来掌握它。你想要一个什么效果，然后就根据那个心里那个效果去画，不要刻意的就是这种撕毛就一直撕。它的毛笔你每次蘸的颜色的多少也不一样，然后笔尖你用一段时间它也会有变化，所以说要灵活的一点。毛笔秃了以后它画的比较明显，比较生硬，这个时候呢你水分稍小一点，然后撕毛的时候啊轻一点，录纸轻一点，效果也还可以。麻雀的头部很重要，你把头画好以后，身子稍微粗糙一点点，也是挺好看的。如果你头画不好，身子画的再好，感觉还是没有神韵。
们把它撕够啊，把这个，如果你撕的太浅的话，一画身子，它就头就更浅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它的毛笔剪就又跑到一起去了，我们需要再把它分开，然后再接着撕毛。看一下，像现在都这个地方太生硬了，就是一个死线，应该有一点点过渡才好。然后转过来看一下，这个时候可以把多余的铅笔线擦掉一点点，如果它在这影响视线，会影响你看画的时候会影响视线。这个时候它的头部还是不够，我们需要再调一下毛笔，不调也行，试一下吧，看看有没有色。没色的话就再调一下，不用调。就是现在只加深暗部，像这个亮部的地方已经不画了，现在就是只画暗部。皴擦丝染，这种画马球的画法和传统的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。传统的话就是染了以后就是单笔丝毛，我们这个就相当于画山水皴石头一样，把它头部的质感丝染出来。感觉这个头发的这个毛的感觉画出来。现在基本上就差不多了。然后就是说，靠近脸部的地方加深一点。这一点是它的中分界线那边那一块，就是像嘴两边一边一块。好了，这个时候头部的毛已经撕好了，我们离近看一下。我们现在来画它的背部和它的肩膀。背部的话就是藤黄，加一点朱标，这是朱标色，调一点，很淡很淡，很浅很浅，调一点水，把它稀释一下，然后调成这种橘红色。这种橘红色很淡，然后顺着它的黑色的斑纹画下来，还有它肩部的毛，然后给它轻轻的染一下，
然后在笔尖蘸一点清水。这个时候它颜色比较浅，然后再画。如果水分太大的话，它印的特别厉害，可以用这个纸巾呢把它蘸一下。也可以调一点点淡的花青，画在这个地方，因为它毛根的部的地方会有花青。这是焦茶，用这个焦茶的颜色，笔尖蘸一点点颜色。趁它半干的时候，来画它这个羽毛，从外往里面画。把肩和背用这个颜色把它区分开来。这是背部黑色的斑纹，把它先画出来。把鸟的脖子和肩膀这个地方画出来。现在是大的铺色，大的铺色好以后，我们就要整理细节。每一次蘸色都是笔尖蘸一点点，画2、3笔就要蘸一次。如果蘸的多的话，你这个画出来就死了。这是胸部的毛盖住了翅膀的感觉。然后把不够的地方我们再加深。如果你一次性画得很深的话，它就会很难看。如果你多次加深的话，它就感觉很有韵味，不单薄，很厚重，然后感觉还挺活。这个焦的地方它都颜色比较深，然后可以多画2遍。像亮部的话就画1遍就行。现在有点干了，把毛笔洗一下，用清水洗一下，然后吸干水分。画的这个线比较板，让它跑一下，然后蘸猪标，
藤黄加一点点猪标，把这个翅膀染一下。背部也染一点红色，看着更丰富一些。等它快干的时候，我们用黑色再把它的斑纹画一下。现在可以把毛笔清水洗干净，然后蘸藤黄，加一点猪标，把这个翅膀淡淡的染一遍。这个地方把白色都跑没了，跑得太快。毛笔水分不要多，要少。先把它打湿，铺一个底色。麻雀肚子的毛往往会把背部挡住，我尽量调色的时候把盘子拿到这里，让你们看得清晰一点。这个翅膀白色的地方跑的有点厉害。都是笔尖，笔尖沾颜色，然后画两下就没有颜色。一笔出来它就有一个过渡。我今天用的这一张纸啊，没有那个商品橱窗里的纸好。这个纸它比较薄，它一画就感觉就像画透了一样，没有浑厚感。它太湿的时候，你再一直画就会把颜色跑出来，而且一直画也没有效果。等半干的时候画，效果是最好的。所以有时候画画需要等一等。这个肩膀的地方现在就是半干，我们这个时候把它的毛的层次再分出来一下，是最好的时候。它这个白边不白的话，我们就需要把它周围画黑，把它衬托的感觉很白，其实不白，但是这给感觉就很白一样。
这个时候我们用焦茶色调一点墨，来画它，跟它的翅膀画几根黑色的羽毛。如果没有黑色的话，感觉就整体很飘。把它这一组下面的这3根画成黑色的。哇，现在太湿，有阴的感觉。其实也不用太怕呀，它阴的多厉害，阴的一点有阴一点的效果。这是半干的时候来画它这个黑色的羽毛。笔上的颜色太浓了，我用只蘸一点。它这一组也是黑色的，有黑有白有灰的话，这个鸟都比较精神。如果都是灰的话，好像也没什么精神。有黑的颜色，有白的颜色。现在是加深它该重的地方。用清水把毛笔洗干。等它整个羽毛我们画它干了一下，干一点，我们再继续画。现在呢，可以画它的尾巴。尾巴也是焦茶，蘸一点淡的焦茶，蘸淡墨，还可以蘸一点花青。花青是冷色，它尾巴是暗部的话，感觉就比较暗一点。现在花青太多，我们就要再蘸一点颜色。它这个毛笔蘸的是花青和焦茶，笔尖蘸了一点点浓墨，它画下去以后会这个地方重，这个地方浅。我们看一下是不是？看这个地方稍重一点。这个时候我们再换一个大一点的毛笔，就是画脸庞的那一支笔，是小号的，然后把它洗干净。笔尖蘸这个淡的颜色，很淡，来画它这个尾巴的羽毛。我蘸色每一次都是笔尖来蘸的。
用一点点花青把它染一下，证明它是在暗部的。